最重要的是，这是在4600年前就已经建成的，太臭了这里面。大家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摸着石棺在这里冥想吗？云游四海，旅途寻梦家，带你游遍山川湖海。现在呢，我是来到了金字塔的门口，我背后这个呢就是胡夫金字塔。在这个售票处这里买了2张票，一张呢是门票啊，还有一张呢就是进去胡夫金字塔里面的一张票。很高兴啊，来了埃及这么久，终于可以进去了。那现在大家就跟着我的脚步进去看一下吧。这个门票是200次，然后要进去胡夫金字塔还要加上400次。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我就想趁早进来。太阳没那么晒，可以好好的观赏一下。哇，一进来就在这个金字塔脚下，在吉萨高地这里这3座最著名的金字塔呢，其实是祖孙3代建的。像我背后这一座呢，就是胡夫金字塔，然后旁边那一个呢是哈夫拉金字塔，是他儿子，然后旁边还有一座小的，就是他们的孙子孟卡拉金字塔，就是他们祖孙3代的金字塔都在这。在金字塔这里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人类惧怕时间，而时间惧怕金字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金字塔已经距今有4600多年了。因为古埃及人呢，他们相信人死了之后灵魂是不灭的，只要把肉身给保存住，他们的灵魂就可以去往极乐世界。所以说他们的法老呢，喜欢在自己去世之后把自己制作成木乃伊，保存在这个金字塔的陵墓里边。对，没错，这个金字塔其实就是他们的一个陵墓所在。看到我背后的胡夫金字塔了吗？它的高度有接近140米的，也就大概有50层楼高吧。然后它是由230万块巨石所叠加而成的，而每一块巨石的重量呢是在2.5吨左右，也就差不多是一辆小型轿车。最重要的是，这是在4600年前就已经建成的。那么现在我就准备进去看一下金字塔里面是怎么个样子的。有2个入口的，最上面那一个是它原本的入口，但是那里呢是很难进入的。然后呢，我们就从下面这个盗墓贼挖开的盗洞里面进去。哇塞，走到这个金字塔的脚下，你看每一个石块都有差不多我那么高，我就高出了半个头而已。我现在过去跟这个石块对比一下有多大，看到了吗？我的手伸开都没有石块那么大，真的是太夸张了，这么一个石块。哇，这个游客越来越多了，我现在得赶紧进去这个金字塔里面。这里有一个登上金字塔的小阶梯、小楼梯。4600多年前，那个时候中国是处于3皇5帝的上古传说时期，也就是石器时代。真的很难想象那个时期的古埃及人是如何把这个庞然大物给建造起来。现在进来金字塔里边了，这个是胡夫金字塔，这个是盗墓贼所挖的盗洞。可以看得到这个通道被盗墓者挖得很不规整，这个都是他们凿出来的。这里就要往上走了，这下面还有个通道，这个是地下还有个墓室的，但是不开放。哇，这里就很窄很窄了，你看他们都要弯着腰走。天哪，好长好长的一个小通道。然后从这里开始呢，就不是盗墓贼所挖的了，这里是他们原来就建造有的这个金字塔里面的一个通道，据说是为了给那些建造金字塔的工人给他们逃生用的。哇，我现在都是弯着腰走的，就只能这么走了。这里面真的太闷了，如果有幽闭恐惧症的话，感觉真的受不了。因为直不起腰，然后又空气不流通。像这么一个向上的通道，就是他们原来所建造的，会规则很多。你看，整个石块都是平平的。我已经走到中间来了，下面又有人上来，连卡片都塞不进去的，这个缝隙很小很小，而且很规整，你看直线的。哇塞！现在继续往上走，爬上去看一下。
这里也有一个地下通道，但是这个地下通道呢是已经关起来了，封锁起来了。据说是皇后的墓室。哇，这里高大概有17、8米吧，我看，很高很高，很窄很长。我刚刚就是从最底下那里一直爬上来的，这里大概有40、50米长吧，一个很窄很窄的通道。然后进来之后呢，就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这里就不需要弯腰了。我看这个石块怎么看都是现代人建造的呀，你看堆得那么整齐，都是直的，很直的。现在我们就继续往上爬吧。上爬越来越热了，因为上边很长一条通道，要一直往高处爬。它是一个斜坡，就像是爬山一样。听说到前面就是法老的墓室了，待会马上揭晓正中心的这个墓室是怎么个样子。前面就是进到墓室的一个入口了，马上就到了。啊！你看有多高，就从很底下很底下一直往上爬，爬上来了。哇！然后爬到顶上这里呢，就有个小小的通道，很小很小的通道，还得弯腰进去。真的是太闷太闷了，我现在全身都出了汗。这中间还能站起来，然后又低着弯着腰。哇，太臭了，这里面味道太臭了。很难受，在这里面很难受，因为一点都不通气，空气一点都不流通。这个就是法老的石棺了，棺椁。大家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摸着石棺在这里冥想吗？很多人都会相信金字塔它是具有一些能量的，被称作金字塔能，而这一部分能量就聚集在金字塔大概1/3的高度。这个位置呢，也刚好是法老所在的墓室，所以有很多的游人会摸着法老的石棺在冥想，在养神，或者贴着墙，他们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摄取金字塔里面所谓的能量。法老的墓室里边到底有没有能量，我是并不清楚的，但是一定是有很多的二氧化碳，因为我待在里边没有一会儿就感觉透不过气了。这里边什么都没有，是空的，而且你看这个石棺已经残破不堪了，很多这个被破损的痕迹。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这里呢并没有发现法老的木乃伊的，在这个3座金字塔里面都没有发现，据说呢是被盗墓者所盗走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墓室的四周，尤其是上面这个石块，好大好大，这比正常的这个墙壁的要大很多。你看正常的是这么小的，这上面的是很宽很长一块。看看这个建造的，哇塞！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通道，不知道这里通往哪里啊？很小很小，满头大汗啊，真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太热了，这里面好热，我得出去了。现在已经严重的堵车了，全身都湿透了，满头大汗。下走最开始这个很窄的通道，最困难就是这里了，因为下面还上来了人。先让他们先过。呼吸新鲜的空气真爽，还好来得早，现在已经排起长龙了，很多人。大家看到这个金字塔里面的石块了吗？
每一块都是切割得很整齐、很规整的，很难想象他们古埃及人在4600年前就有这样子的工艺。然后他们又是怎么把这么巨型的石块给搬到这里的呢？真的很好奇，很想知道答案。其实金字塔原来的样貌是白色的，就是被顶上的这一层石灰岩所包裹住全身的。只是说经过漫长的时间之后，不断的被风化，然后还有当地人他们会取下这个石灰岩去用作建造的材料，所以呢就慢慢的没有了。哈夫拉金字塔它是有尖尖的，然后胡夫金字塔呢它是没有尖尖的。大家知道胡夫金字塔的尖尖去了哪里了吗？在公屏上弹幕发出来吧。这个金字塔即使是放到现代的人类社会，我们在不依靠现代机械的情况下，也是很难单纯靠人力把它给修建起来的，更不要说在4600年前了。有很多人说它是外星人建造起来的，不知道大家觉得呢？金字塔的建造之谜，直到现在也没有研究明白。相关的推测和假想很多，但都没有一个公认的解释。4600年前的法老，如果知道自己的墓室会被称作世界奇迹之首，吸引着无数现代人的目光，估计他会修建的比现在更加的高吧。修建金字塔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屹立了4000多年，这本身就是一大奇迹。所以金字塔是古埃及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他们文明的象征。